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机甲勇士》。我想说机甲战士，但是想起了红白机平台的重装机兵，所以说还是叫机甲勇士吧。一共4个角色可以选择，我选择了黄色的机器人。为什么选黄色的？为什么要搞黄色？因为黄色机器人是一位女性驾驶员驾驶的，叫做莎拉怀特。这款游戏卡普空发售于1994年，算是轻版动作游戏里边比较晚的了。能够看出来，在本作里边，卡普空在寻求改变，无论是游戏的取材、世界观，还是说游戏的系统方面，都区别于传统的轻版动作游戏。但是这种改变并没有获得玩家的认可，一大原因就是系统变化的特别剧烈，很多玩家不适应。另外，游戏当中以我双方造成的伤害都太高，导致游戏的难度增加。我这里打的 BOSS 叫做术士，术士是机甲的代号。驾驶员是阿兹瑞尔。提到这个人，就需要介绍一下本作的剧情了。故事发生在2281年，地球的联合政府和莱亚行星的公国发生了战争。战争的双方都疲惫不堪，最后决定停战。停战之后的1年，也就是2282年。雷亚行星的军事指挥官阿兹瑞尔发动叛乱，绑架了大量的平民，所以地球的联合政府就派出了红盾部队，并且由雷亚行星的雷特纳带领去阻止阿兹瑞尔，救出平民，平定叛乱。红盾部队是3个人组成，分别是驾驶红色机甲布罗迪亚的杰夫·帕金斯，驾驶绿色机甲古尔丁的格伦·里德，驾驶黄色机甲福迪的莎拉·怀特，也就是我现在选的这个角色。最后一位驾驶蓝色机甲雷帕托斯的就是莱亚星人带路党雷特纳，这也是能够选择的主人公的4人团队。我现在打的是第2关，这里是回到了地球，因为在第1关最后和敌方的 BOSS 阿兹瑞尔照面之后，发现中了敌方的调虎离山之计，敌人已经把入侵的部队派遣到了地球，所以第2关回到了纽约，来阻止敌方的入侵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基本系统。主人公驾驶的叫做变形机甲，这个机甲它是有身体的躯干部分，还有手臂的主武器，以及肩部的副武器，再加上腿部的移动机甲组成。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，自己想要用什么，自己喜欢用什么，组合出特别的作战单位。这一点在以往的轻版动作游戏当中都是不可想象的。躯干的部分其实主要决定了你的机甲的基本的性能，包括了攻击力、防御力还有敏捷性。我现在使用的黄色机甲防御力非常的低，被敌人击中之后超级疼，但是它的敏捷性是最好的。关键它是女性的驾驶员啊，所以说在我这里这款游戏没有第2个角色可以选择。咱们现在打的这个机甲叫做阿格米斯，看起来就像一只章鱼啊。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说，我当年就止步于此啊，这个 BOSS 实在是太难打了。那其实这也不怪当年的玩家们，
因为这款游戏的节奏非常的快，有些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打了，并且敌方攻击力也很高。这里来到了一个奖励的关卡，奖励的关卡实际上也融入到了剧情当中。第3关的战场是洛杉矶，这里也是地球上的最后一站了。目标是这里的工厂，敌方在利用这里的工厂建造强力的战争机器。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游戏的出招系统。出招方面的形态和你使用的腿部机甲是有很大关系的。比如我现在用的履带，那我跑动攻击的时候就会释放一个滚动的波段的攻击。另外，手部的主武器就决定了你平 A 的方式。平 A 的时候，如果先按攻击键，再推方向前的话，能够放出必杀技，或者你按上按攻击，按下按攻击，都可以施展出不同的技能。电爪这个部件我觉得轻小兵还可以，打 BOSS 的性能一般。光剑是我比较喜欢用的武器，我感觉和黄色的机甲非常的配。一会儿咱们抢下来一个。之前给大家演示了普通的拳头、钻头、电爪，这里咱们换成了光剑。肩部的武器就是副武器了，它都是射击型的武器。游戏当中是3个操作键，一个攻击键，一个跳跃键，还有一个就是副武器的射击键。副武器的作用主要是2个，其中之一是快速的清理敌方的杂兵单位。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在打 BOSS 的时候，可以利用射击来打断 BOSS 的很多招式，进而对它形成连击。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，直接就决定了很多 BOSS 的难易程度。这里来到了第3关的 BOSS 战，BOSS 是一辆代号拉德的坦克。这个坦克还是比较吃咱们的突进攻击的。我刚说比较吃就打我脸啊，给了我一下，我大概掉了1/3的血量。这个攻击力目前来看不算高，因为后期的 BOSS 有几率一下子把我的血条清空的。既然是大型的 BOSS， 一般都会有一个霸体的效果，那在吃一些伤害的时候就会吃得更多段。一个跳跃攻击把它带走，我拿到了回复的血量。第4关战场又回到了莱亚行星，这里是莱亚的一个遗迹。地球的联合政府判断这个地方人迹罕至，所以说对方可能没有多少部队。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个地方的敌人比前3关都要多呀？这里我又拿到了光剑，后面就尽量不换了，除了打最终 BOSS 的时候。咱们拿着光剑攻击按上，可以发出一个对空的剑光，这个剑光很容易可以把敌方击倒。然后按攻击按前是蓄力的劈斩，
攻击的范围很高。好，这里我换了一个腿部的部件，这个部件能够悬浮，但是我最喜欢它的招式是跳起来的攻击。一会儿有机会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使用黄色机甲就要不断的进行移动，移动的速度比较快，就是黄色机甲的特性。咱们捡到了一把螺丝刀，这是比较微量的回血道具。看起来这么精密的机甲，竟然也是用螺丝刀来修的。我这里被打了一下，趁这个机会呢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咱们使用的部件也是有耐久的，如果被攻击的次数很多，可能会脱落。脱落之前，你能够看到这个部件和平时的状态不大一样，比如说开始频繁的闪光之类的。那如果咱们长时间的没有受到敌方的攻击，部件的耐久又会恢复。我刚刚使用了2波跳跃攻击，大家看一下性能是不是不错呀？在空中可以对敌方进行范围攻击，但是这个范围我不大好控制。这里我捡到了新型的主武器，这个主武器其实它既是枪又是盾，盾牌是可以防御的，方法是按攻击按后。但是使用的机会不是很多，最终 BOSS 战的时候是一定要用的。现在咱们还是强调用强大的火力对敌方进行压制。发射很多光球的这招就是目前这个武器的必杀技。使用方法之前也介绍过，是按攻击之后再按前。这里敌人比较多，所以我就用了几次跳跃的攻击。现在肩部的武器是激光，激光非常的强烈，缺点就是子弹数量太少了。如果你能捡到弹夹的话，是可以给你补充满1次的。我现在已经用了1次弹夹了。这里的主武器我又换成了钻头，然后现在咱们的跑动攻击也是钻头，所以说是你吗，盖塔虎？钻头真的是男人的浪漫。这里是本关的 BOSS， 代号叫做斯考特，看起来就是一只机械的蝎子。它的激光攻击比较强力，但是我的钻头也饥渴难耐了呀。钻倒之后进行倒地的追加。钻2次的伤害其实非常的高。不断的移动游走，不要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。我刚说不要待得太久啊，就被他连了一套。这款游戏是有2个耗血技的，分别是 AB 和 BC。区别就是 BC 比较强力，当然了，耗的血量也更多。打完之后，敌方的遗迹坍塌了，这里是第5关。
入关来到了敌方的铁路线，据说敌方正在利用这条铁路线运输一种非常强大的武器。我的跳跃攻击真的太好用了，可惜目前对方只有1个人，没办法完全发挥出这招的威力。很多箱子里边装的其实不是道具，而是炸弹，所以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背板。这招用来清杂兵实在是太好用了，尤其是这种场景，敌方人数很多，比较混乱。砍了我一斧子，感觉掉了1/3的血，所以这款游戏的容错率真的是太低了。我看地上有一把螺丝刀，螺丝刀大概能够回复1/6左右的血量吧。还是换成剑。这里又要打阿兹瑞尔了，这个家伙现在驾驶的术士是改良型，看起来血条多了一点，而且招式也变多了。我给大家录制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就在佩服玩这款游戏的高手，他们速通的话竟然不到20分钟就能够通关。我发现我自己20分钟才打了一半。使用光剑还有一个视觉的特效，就是可以把敌方的机甲劈成2半。BOSS 血量不多了。好的，再一次击败了术士。那好吧，这款游戏的流程比较长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